们的目标色先取一份，具体你的蝴蝶结要做1颗，你调的胶是不是要多一点？对，然后我们根据自己要操作的这个容量啊，去取我们的目标色。首先第一步永远都是先取目标色。基本上做一个蝴蝶结就是我们平涂2次单色的一个大小。然后放入什么呢？我们这个色胶体积的1/3份的延长胶，来增加我们的什么呢？硬度，来增加我们的硬度。先把胶体与胶体调和均匀，然后少量多次的放入我们的胶胶粉。就是你们在搅拌这个的时候，是从外往内这样刮着去搅拌的，不要一直往外摊，一直往外摊。往外摊你是没有东西的，搅着搅着东西都没了。调整到这个样子的一个程度就可以了。它看上去还是轻微湿润的，但是呢，你把它做出来一个形状，它不会塌陷，并且呢，我们用手指头去接触它，它是不会粘手的。你想要做这种同色系的也好，异色系的也好，其实都好看，对不对？都好看的。然后打底的目标色取决于顾客的要求啊。好，然后我们来做加固。对，加固一定是要做建构的，让它整体饱满，因为我不会再去调整它的假形了，理不理解？我不会再去调整它的假形了。在上面哪怕我要去做封层，我也是薄薄的一点点，不要去把我的蝴蝶结的立体感给盖住了。所以我就是靠这个2次加固，做出我整甲的硬度和拱度的。它去浮胶之后呢，我们在这个上面去操作我们的蝴蝶结啊，流动性差的粘卷胶，然后在我们的酒精杯里面，这个酒精杯里面倒上适量的酒精，差不多就是这个杯子的1半吧，就够用了，不用1半，再少一点也够用。好，然后再准备适量的干棉片，这回不是要浸湿它哦，就是干棉片。干的，用锯木棒取出适量的一个膏体，先把它搓圆，然后微微的压出一边，搓出一个小小的这样的水滴状。水滴状不要搓太长，搓太长你们做出来就是很长一条，又很奇怪。它其实要圆润扁一点点，圆润的扁一点点。然后我们在要放置蝴蝶结瓣瓣的地方涂抹什么？涂抹这个粘钻胶，少量就好了。确认好你的这个蝴蝶结的形态，我们去涂抹粘钻胶，然后把我们的这个膏体放上去，膏体放上去，放上去之后。用我们干净的锯木棒吸掉多余的酒精啊，微调的状态，但不会滴水，去调节我们蝴蝶结瓣瓣的一个形态，把它拍成一个什么呢？拍成一个扁一点的水滴形，然后两边不要碰到一起，不要碰到一起，然后观察一下它的厚度，调整一下它的具体位置。我们要想底下我接下来是不是还要放2个大的瓣儿，它的空间我们要空出来，所以朝上的蝴蝶结可不可以再上去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再上去一点点，不要那么下来，就是你要考虑到整体的一个布局的，理解吗？好，然后摆放好位置之后，我们再去，因为这是上方的蝴蝶结，我们直接用锯木棒去均分这个侧面，搓出一条痕迹，一样这边也是的。然后再用这一头去中间压出一个凸起，这样子它的大型是不是就好了？大型好了之后，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微调。微调用什么调？用这个圆锥形的这个硅胶棒去做一个微调。
什么样的微调？把这个痕迹往内掏的更明显，往内掏的更明显。然后呢，屁股拍平一点点。如果喜欢按老师的那种风格的话，屁股再拍扁平一点，就不要那么圆。然后再把尖端挤一下，让这个痕迹更加的明显，褶皱感把它体现出来。然后这里屁股也是一样，它有点尖，我们就把它拍方一点，拍方一点，往内掏，掏出我们想要的一个褶皱感。你慢慢的、轻轻的掏，轻轻的动的时候，它其实是慢慢的越来越尖，越来越往中间走的。调整到这个样子，差不多是我想要的一个形状了就可以了。我们就再需要换一支笔，换到这支干净的平头笔，用酒精洗干净上面的所有的胶体，然后再用干棉片吸掉多余的酒精，然后顺着这个蝴蝶结的这个边缘轮廓线啊，这样子轻轻的擦它。往下抠伸进去的这样擦，就会发现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边缘轮廓线会变得什么特别的立体啊，特别的立体。擦干净了之后，我们再用笔去轻微的调节我们刚刚用笔做出来的形态。轻刷的这样子去调节它的这个毛躁，它就会变得更加的光滑，线条更加的流畅。好，确认这个是 OK 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去照灯，然后每一次照灯60秒。好，照好灯固化之后，我们再来做下半部分。像这边的面积比较大，我一会儿在往上放这个膏体的时候，我就相对来说，这里我想做大一点，它的存在感会更多，所以我可以去调节我的膏体，去做一个大小瓣不一样的，一边大一边小。搓圆了之后压住一边，把它做出一个水滴状，微微的水滴状，然后再把它放上去。放上去之后，用紧箍棒调整它的形态，先拍扁，然后推出尖尖。这边也一样，先拍扁，然后推出一个尖尖，调整到一个你想要的厚度和大致形态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它是不是底下的瓣？它是底下的瓣，所以我们的这个边缘轮廓是开在下半部分，这样戳进去，往内戳着去走。然后屁股时不时这样拍一下，你在搓的时候会把它搓开，你在搓的时候它是不是会向两边延伸啊？那么向两边延伸之后，你屁股往里面收一收，它就不会变得很长条了啊，它就不会变得很长条了。然后中间的凸起。大型调整好之后，我们要换成我们的硅胶笔，再去抠一下细节，把这里推得更尖，中间部位一定要尖一点点。调整好大致形态之后，用干净的笔把底下的粘钻胶给擦掉。注意，反复强调，就是我们的笔不能是湿湿的，不能是湿湿的。然后所有的边缘轮廓，包括这种缝隙的这些地方，注意也一定要照顾到位。你做出来的这个蝴蝶结才是真正的特别的立体，质感特别的好，你不要漏掉。
然后并且擦拭的过程当中，一定要蘸掉多余的酒精啊，蘸掉多余的酒精，然后轻轻的用这个笔刷再微调我们的痕迹，轻轻的啊，一定要轻，千万不能太用力了。把我们毛躁的边缘给用笔刷轻撸平滑。调整好你想要的状态之后，就可以去照灯了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继续准备第2层的蝴蝶结用的膏体，一样可以一边大一边小，做对称也可以，做一边大一边小也可以，取决于你自己想要做的一个蝴蝶结的形态啊。同样还是要涂抹粘钻胶，然后把我们的膏体放上去。放上去，第一件事情，用最硬的这个榉木棒调整整体形态。大型都是靠榉木棒调整出来的。调整好了之后，我们去推侧边轮廓线。第2层可以推一上一下的，如果你觉得麻烦，你可以只做1层，就是上面或下面。如果你想要做的更精细一点，就是上方的痕迹和下方的痕迹一起做2条。一样先戳出来它的大形，然后中间的褶皱处用这个尖的部位这样子拍出来。OK 了之后，我们用硅胶笔进行探深、掏深。你看往外这样拖，它就变长了，所以我们要往屁股上拍一下，再把它拍回去。拖一下，往外搓一下，就要记得，哎，我一会儿回来得屁股拍一下，以防它变得太长，变得太长就不对了。然后用干净的笔把它的这个边缘轮廓的这个衔接的地方先擦出来。其实蝴蝶结的立体都是靠这个擦出来的，有没有发现？它才是会非常边界分明的一个，所以擦的这一步很重要，要擦很多次。但是呢，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不能蘸过多的酒精去擦它。微调形态，细节其实都是靠笔修出来的，够不够方，够不够圆，然后这条褶皱够不够明显。中间的这个衔接的地方尽量把它调瘦来，然后屁股饱满偏方是那个安老师的蝴蝶结的风格，饱满要有厚度，就不能很扁平，但是呢它是偏方形一点点的，是它的特点。好，我们去照灯。简单来讲就是你要把它先搓成2条细条，稍微的粗一点，看得见吗？稍微的粗一点点，不是很细很细的啊，然后把它截断，变成2小条。我们来一条一条的放上去。放之前一样还是要涂抹粘钻胶，而且同样也是局部。放上去，调整它的形态。这里如果多了一个小尾巴，是可以直接这样切掉它的。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直接这样切掉它的。切好了之后，清洁干净我们的榉木棒，
从这一条的中间，我们去给它做一个痕迹，还可以特地的把这个痕迹给微微的扭动一下，戳明显一点，深一点。好，然后我们用我们干净的平头笔规整一下它的边缘轮廓，然后把它挤瘦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旁边还要再来一条，靠笔刻意挤出来的这个斜向的一个扭动的质感，歪的，因为打结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中间是一个结。好，你只有搓出来很明显的痕迹，再把它拍在一起，这个痕迹才会存在的啊，不然就不行。好，那么这个样子，如果我想要这条痕迹特别的立体，我可以先照灯，照好灯之后，我们再来做另外一个。同样蘸蘸胶还是少量的要涂抹的啊。用锯木棒放上去，同样搓出竖条的一个痕迹。那因为旁边已经被我照干了，所以我可以放心大胆的去搓它，搓很深的痕迹，搓好了之后，我们再用干净的平头笔去把这个痕迹进一步加深，并且轻微的使它有一点点扭曲、弯曲，就好像打了一个结在这边似的。然后这个蝴蝶结是不是就是一个布艺的质感啊？所以一定是什么呢？我们相对来说面上要平滑一点点，拿这个笔把这里撸圆润的一个打结处，像这个样子。让我们去照灯1分钟。好，这样我们的蝴蝶结就完成了。完成了之后，我们来做封层。可以做整体薄涂亮面封层的一个操作，或者是什么呢？做一个鸳鸯，底部是亮面封层，蝴蝶结的地方是一个雾面，使得我们的整个款式的质感更有差异化。交汇的一个款式的话，质感的话，就是先在蝴蝶结部位涂抹磨砂封层，这种轻刮式的去涂抹。注意，一定是什么呢？缝隙里面的这个封层的胶体的厚度要薄一点，尽可能的薄且均匀。微微出框涂到面上是没关系的，但是所有的缝隙的部位都要涂抹到位。缝隙处过多的，我们可以用笔刷刻意的把它给刮掉啊，就是要薄。封层太厚了，它会把我们刚刚做的了半天的这个肌理被吃掉了。被胶体给填满了，那样出来的那种凹凸的那种质感就会有所欠缺。好，然后我们去照灯60秒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蝴蝶结部位已经变成了雾面了，然后我在底部去涂抹什么呢？钢化封层，使得底下变成一个亮面的质感。记住少量，用小笔顺着我们的边缘轮廓线去走，不要出框。不要涂到蝴蝶结上面，底部的缝隙也必须要涂到，不能有遗漏。好，确保蝴蝶结以外的地方我们都涂到了钢化封层之后，倒置一下，让胶整体流得更平滑均匀之后去照灯60秒。今天的款式教学就结束了。